滴滴，指纹错误。3年来掏心掏肺贴补他的娘家，滴滴，密码可到错误。头来，我连自己的家门都进不去。你先别回来，方磊带女朋友回家住几天，你在外面找个宾馆凑合一下。方晴，开门！喂，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先去宾馆住2天，方磊女朋友在呢。方晴，这是我的房子，我加班到10点，回家进不去门，你让我去住宾馆，那怎么办？方磊跟人家姑娘说这房子是他的，你现在回来，我怎么解释？你就实话实说，房子是你老公的。陆晨，你听好，我跟你说清楚，这套房子以后就是方磊的，你一个外人，别在这跟我争来争去的。你说什么？你娶我的时候怎么说的？你说会对我的家人好，现在连个房子都不肯让，你算什么男人？这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婚前买的怎么了？你娶了我，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方家的，方家的就是方磊的。婷婷已经答应嫁给方磊了，这房子以后就是他们的婚房，你识相点就别添乱，等他们结了婚，你爱住哪儿住哪儿。方晴，你认真的？我当然是认真的，要是被你搅黄了，我跟你没完。姐，你跟谁打电话呢？婷婷问你什么时候过来吃饭。马上就来，你让婷婷先吃，别饿着了。行了，不跟你说了，宾馆钱你自己出，别想着找我报销。你一个外人，这房子以后就是方磊的。3年了，我到底在养什么人？那时候我以为娶到了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现在想起来，我真想抽自己2个大嘴巴。我妈一个人把我跟方磊拉扯大不容易，现在她年纪大了，我弟还小，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结婚后他们得跟我们一起住。方磊，这就是你家，安心住。谢谢姐夫。我在老家也没什么事儿，过来帮你们做做饭，收拾收拾房子。姐夫，那公司领导太恶心了，我不干了。那你打算干什么？先休息一段时间，慢慢找。上啊，干他！陆晨，这个月生活费该给了，2000。方晴，我不是不让你照顾他们，但总得有个限度吧。方磊才23岁，总不能一辈子不上班吧？他这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吗？3年了，什么工作找不到？你什么意思？你嫌我弟弟吃你的了？陆晨，你有没有良心？我妈辛辛苦苦把他养大是让去受气的吗？那是我亲妈，那是我亲弟弟，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难道我结婚了就得跟他们断绝关系吗？30万，够在公司附近租3年房，够换辆好车，够带我亲妈出去旅游好几趟了。可我换来的是一把心锁，和一句在外面凑合一下。明天你最好别回来，婷婷要在家里做饭，你来了不方便。谁啊？我，陆晨，我回来拿点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好拿的？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放楼道里了，你自己拿走吧。妈，我的电脑呢？我的证件呢？电脑？你一个打工的要什么电脑？我给方磊打游戏用了。至于你那些破证件，谁知道你放哪儿了？自己找去。那是我工作的电脑，里面有项目的重要资料。把门打开，我自己进去拿。不行，婷婷还在睡觉呢，你一个大男人进来像什么话？再说了，这房子现在是方磊的，你一个外人进来不合适。这房子什么时候变成方磊的了？房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你嚷嚷什么？你娶了我女儿，你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方家的，方家的就是方磊的，你懂不懂规矩？一大早吵什么呢？方晴，你妈把我的电脑和证件扣下了，你让她把门打开，我进去拿。电脑我让方磊先用几天，他要用电脑找工作。证件我给你收起来了，等你找到稳定住处了再给你。方晴，你这是在扣留我的个人财产。什么叫扣留？我是你老婆，替你保管一下怎么了？
你一个大男人整天计较这点小事，丢不丢人？就是，我女儿嫁给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连个电脑都舍不得给弟弟用。好，电脑和证件先放你们那儿，我要跟方磊说几句话。你想干什么？不干什么，就问问他找工作的事。干嘛？方磊，你说你要找工作，想找什么样的？还没想好呢，反正不能太累，工资不能太低。你有什么技能吗？会编程吗？会设计吗？会开车吗？你管那么多干嘛？我姐说了你会帮我的，要不你直接给我在你公司安排个职位呗，也不用太高，月薪8000就行。我公司不缺人。那你就给我钱，我自己创业。创业？创什么业？开个奶茶店吧，听说挺赚钱的。你有计划书吗？有选址吗？有预算吗？你烦不烦啊？你就说你给不给钱吧。陆晨，方磊要创业是好事，你支持一下怎么了？你那个公司不也是创业起来的吗？直接拿钱不就完了？磨磨唧唧的，怪不得没出息。穷酸样。喂，哪位？喂，是陆晨陆大哥吗？我是周婷婷，方磊的女朋友。你好，有什么事吗？陆大哥，我想问你一件事。方磊跟我说，你们家那套房子是他买的，是真的吗？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听到你们在门外的对话了，而且方磊房间那台高配电脑全是工作文件，阳台上挂满了他的衣服，但主卧衣柜里却挂着一件写着你名字的全新高档男士西装。最重要的是，我看了他手机，他跟别人发消息说，等我姐把房子弄到手，咱们就发达了。陆大哥，你跟我说实话，那房子到底是谁的？房子是我的，婚前全款买的。我知道了，谢谢你，陆大哥。陆晨，你他妈跟婷婷说什么了？她回来就跟我说分手，你是不是故意的？陆晨，你为什么要跟婷婷说那些话？方磊好不容易找到个女朋友，你非要搅黄了是吧？他问我，我就如实回答，我没有义务替你儿个圆谎。你有什么资格如实回答？你知不知道方磊有多喜欢他？你毁了他的感情。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毁了我的生活？你别转移话题，你现在马上给婷婷打电话，就说你之前说的都是气话，房子就是方磊的。方晴，你让我撒谎去骗一个无辜的女孩，那叫善意的谎言。等他们结了婚，房子是谁的还重要吗？重要，因为这房子是我的，我不会为了你弟弟的婚事去欺骗一个陌生人。陆晨，你到底帮不帮？不帮。好，你行，你等着。陆先生，您家里有人在疯狂砸东西，邻居投诉了，您要不要回来看看？他凭什么？他凭什么毁了我的好事儿？儿子别气了，妈再给你找个更好的。我不要，我就要婷婷。你去跟陆晨说，让他去给婷婷解释。他要是不肯，那我就让他不得安生。老王，如果我要离婚，需要准备什么？老王，这么晚还没睡？你小子大半夜发这种消息，我能睡得着吗？出什么事了？你那个奇葩老婆又做什么妖了？长话短说。他不仅要把我婚前全款买的房子送给他弟弟当婚房，今天还把我锁在门外。现在他弟弟因为我的实话被女朋友甩了，正在我楼上发疯砸我的东西。什么？砸东西？砸了些什么？听动静，家里家具估计都被砸了个稀巴烂。最要命的是，我那台工作用的定制高配电脑还在里面，里面有我公司的核心项目数据，光硬件就值好几万。陆晨，你听好了，现在立刻马上打110报警，1秒钟都别耽搁。报警？可是警察来了，会不会说是家庭纠纷，随便和稀泥过去啊？你就明确告诉接线员，有人正在你的个人房产内恶意毁坏你的个人婚前贵重财产，金额极其巨大，让警方出警记录现场，这是你将来在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别犹豫了，快打！好，我明白了。喂，110吗？我报警。有人在我家打砸贵重物品，损失数万元。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人还在楼上砸。走，带我们上去。我
砸死你，让你坏我的好事！开门，警察！里面的人马上停止动作，把门打开。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了？有人报警说这里寻衅滋事，毁坏公务财物，请让开！干什么？把你手里的东西放下，立刻放下！这可是我的电脑。哎呀，警察同志，你们别误会，这是我老公，那是他亲小舅子，一家人在这闹着玩呢，没多大事儿。陆晨，你还不赶紧跟警察说清楚啊？这都是误会。谁跟你闹着玩？警察同志，这些都是我个人全款购买的物品，现在被他恶意砸毁，我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房子到底是谁的？警察同志，他真是我老公陆晨，砸东西的是我亲弟弟方磊。亲弟弟砸姐夫几件破东西，这完全就是普通的家庭纠纷，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真的不用管了。就是啊，我儿子砸他几件东西怎么了？那是他姐夫，孝敬弟弟，让弟弟出出气是应该的，哪有当姐夫的报警抓自己小舅子的？真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安静！什么叫家庭纠纷不用管？我告诉你们，法律面前没有特权。就算是亲属之间，故意毁坏他人财物，只要达到一定金额，同样是触犯刑法的。这不是你们自己能私了的。刑法，姐，我不想坐牢啊，我就是生气砸了几个破烂而已。警察同志，这是我的房产证电子版，您可以看清楚，这套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与女方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满地被砸物品的购买凭证照片和发票，远远超过了立案标准。小伙子，跟我们回所里走一趟吧。我不去派出所，妈，姐快救我啊！我不要留案底。陆晨，你别这么绝情好不好？他可是你亲弟弟啊！你刚才不是还说电脑里有数据吗？只要人没事，东西我们可以修啊！你赶紧跟警察说是误会，我们自己赔还不行吗？你们拿什么赔？拿我这3年给你们转的30万赔吗？方晴，我给过你们无数次机会，是你们自己得寸进尺，把我的宽容当软弱。警察同志，我坚决要求依法处理，绝不私了，绝不出具任何谅解书。既然报警人明确要求立案，并且提供了初步证据，走，跟我们回去接受进一步调查。放开我！放开我！姐夫，我错了，姐夫你说话啊！我的天老爷呀！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孤儿寡母啊！没有王法了！妈，你醒醒啊！陆晨，你这个畜生，你把我妈气死了，你不得好死！医生，快救救我妈，她有高血压！陆晨，如果我妈有个3长2短，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给我等着！怎么样了？警察怎么处理的？人带走了吗？带走了，态度很坚决。不过丈母娘气晕了，刚才被120拉去了医院。那是他活该，碰瓷也救不了他儿子。好，你现在听我的，什么都别碰，就保持现场原样。拿手机，把现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件被毁坏的物品，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拍照录像，这叫固定证据。老王，这些东西真的能让方磊进去吗？我怕他们耍赖。只要你的购买证齐全，他就跑不了。只要物价局的鉴定报告出来，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足够方磊在里面踩至少几个月的缝纫机了。好，我这就连夜把损失清单列出来，把所有的发票和电子凭证都找出来。对，清单越详细越好，连那个2000块的花瓶也别落下。明天一早把所有材料整理好，直接交到派出所。兄弟，既然决定反击，就绝不能心慈手软。放心吧，老王，我对这家人已经彻底死心了。陆晨，你死哪儿去了？为什么不来医院？我在公司上班。你还有心思上班？妈现在住院了，需要立刻办理住院观察手续。你赶紧给我滚过来交住院费！我交住院费？方晴，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他是为你那个宝贝弟弟气晕的，要交住院费，你去找方磊交啊。哦，我忘了，方磊现在在看守所蹲着呢，估计是出不来了。陆晨，你到底有没有点人性？他好歹也是你妈。你少废话，赶紧往我卡里转5万块钱，快点，晚了妈的药就停了。抱歉，我1分钱都不会再给你们了。不仅如此，我还已经停掉了以前给你的那张附属信。
从今天起，你们方家的破事儿自己解决。什么？你敢停我的卡了？你是不是不想过了？对，我就是不想过了。明天我会让律师联系你。好，你不交钱是吧？你给我等着，我这就去你们公司闹，让你的领导和同事看看你到底是个没有人面兽心，我要让你身败名裂。随便你，我在这儿等你，随时恭候。大家都来看看啊，都来看看这公司里养的什么人！这就是你们公司的陆晨，他丧尽天良，不顾结发妻子的死活。陆总监，这人说是您爱人，这影响太不好了，需要我们把他强行赶出去吗？您之前交代过，如果有情况就采取措施。不用赶他，他既然喜欢闹，就让他在这里闹个够，这也是给他自己留证据。你现在直接打110报警，就说有人恶意扰乱企业正常办公秩序。明白？我这就打。谁报的警？怎么回事？警察同志，是我们报的警。这位女士在这里大声喧嚣，辱骂我们公司高管，已经严重扰乱了我们企业的正常办公秩序，很多客户都被吓跑了。警察同志，你们别听他胡说，我是来找我老公的，他不管我妈死活，我找他要救命钱有错吗？就算是找家属解决家庭矛盾，也不能在人家企业大堂里撒泼闹事。你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扰乱公共秩序，先跟我们回所里走一趟。不，我不去派出所，凭什么抓我？陆晨，你死人啊！你赶紧跟警察说，我是你老婆，我们是在吵架。警察同志，她确实是我名义上的妻子，但我们目前正在走离婚程序。她今天跑到我公司大肆造谣诽谤，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和公司的声誉。明白了，带走。陆晨，你不得好死，我不会放过你的。搞定了，警方对方贝进行了严肃的治安训诫，并在档案里留了底。他刚才从后门灰溜溜的走了。辛苦你了，老王。离婚的事儿进度怎么样了？效率极高，我已经把起诉离婚的诉状正式递交到区法院了。最关键的是，我同时向法院申请了诉讼财产保全。诉讼保全？这是什么意思啊？简单来说，就是在法院判决下来之前，为了防止对方转移隐匿或者毁坏财产，请求法院对财产采取强制保护措施。我已经向法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方家人有暴力毁坏你财产的恶劣前科。法院已经批准，直接查封了你那套婚前房产。你是说，他们现在连进都进不去了？没错，法院的封条贴上，谁敢撕，谁就是违法。在这个节骨眼上，绝不能让方家那帮蝗虫再进去搞破坏，或者企图强占房子不走。你现在拿着这份法院的裁定书，去找个正规的开锁公司，把家里的锁全换了，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好兄弟，多谢了。老板，新锁换好了，这是机械钥匙和初始密码，您自己在手机 APP 上重新绑定一下就行。这锁防暴力的，安全的很。谢谢师傅，辛苦了。陆晨，你凭什么换锁？我婚上为什么有法院的封条？那是我婚前全款买的房子，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我当然有权换锁。至于封条，是为了防止有人进去搞破坏。我可是你老婆，那是我们的家，你这是要把我们一家往死里逼吗？刚刚办了出院，1分钱都没了，你让我们去哪儿住？那是你们的事，你可以去找你那个要开奶茶店赚大钱的弟弟，让他给你们租个大别墅。哦，不对，我忘了，他在看守所里暂时出不来。陆晨，你太狠毒了，你一点旧情都不念吗？你非要逼死我们一家，你才甘心吗？逼死你们的不是我，是你们自己的贪婪。方晴，法院的传票很快就会寄到你手里，有什么话我们法庭上见。哎呦喂，晴啊，这破地方根本没法住人啊，被子都是潮的，我这身子骨怎么受得了？陆晨那个挨千刀的白眼狼到底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回去了吗？他不仅把家里换了锁，还让法院贴了封状，他把我的信用卡停，连我的微信都拉黑了。什么？那方磊怎么办？派出所那边怎么说？妈，我刚去派出所问了，物价局的鉴定报告出来了，方磊砸坏的电视、花瓶还有那个破电脑，损失加起来一共32000块。3万多？那方磊会怎么样？赔钱不行吗？警察说，陆晨坚决不接受调解，因为数额巨大，案件已经正式转为刑事拘留了。如果判下来，方磊可能要坐1-2年牢。我的儿啊！不行，晴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弟弟！他还没结婚，连个后都没留，要是留了案底，这辈子就全毁了。你快想想办法呀！妈，你别哭了。我想到了，
警察之前提过一句，除非能证明嫌疑人作案时精神有问题，只要证明方磊砸东西的时候精神不正常，就能逃脱刑事处罚。我去找周婷婷。婷婷，我打听过了，你有个亲戚在市精神病院当主任，你帮帮方磊吧。只要你找熟人帮方磊开一张能证明他有狂躁症的病历，他就能从看守所出来了。方晴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让我去伪造精神病历，这是作伪证，是违法的。算我求你了，他好歹是你的男朋友啊！你们都快谈婚论嫁了，你就忍心看着他大好年华去坐牢吗？只要你肯帮忙，你要多少钱我都想办法给你。他不仅骗我房子是他的，背地里算计姐夫的财产，还暴力砸东西。你们一家人的三观简直让人感到害怕。对不起，我不仅帮不了你，我还觉得陆大哥做得对。周婷婷，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要是不帮我这个忙，我就去你单位拉横幅闹事。我说你玩弄我弟弟感情，把他逼疯了，让你也身败名裂。方晴姐，我早就防着你们方家人这一手了。你刚才威逼我做伪证的话，我已经全部录音了。我现在就会把这段录音发给陆大哥的律师，你好自为之吧。这女人真是法盲加胆大包天，陆晨，这可是非常重要的证据。这算不算是犯罪？在法律上，这叫涉嫌妨害作证。虽然周婷婷拒绝了，属于未遂，但性质极其恶劣。你马上把这份录音提交给办案民警，这不仅能断了他伪造病历的念想，还能让警方对他采取警告措施。好，我这就去派出所。他想玩阴的，我就让他在阳光下无处掩形。方晴，你知不知道伪造证据、妨害说证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你这是在挑战法律的底线。警察同志，我就是一时糊涂，而且婷婷没答应，什么病历都没开啊。没开是你侥幸，我正式警告你，不要妄图用任何非法手段干扰司法公正，否则后果自负。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我再也不敢了。晴啊，你弄到钱没有？方磊的事怎么样了？完了，全完了。婷婷不仅没帮忙，还把录音交给了陆晨。警察刚才警告我，再敢乱动就把我也抓进去，这可怎么活啊？那个没良心的陆晨，他怎么这么狠毒啊？离婚，他还想要回那30万，做梦！他想离婚门都没有，除非他把房子给我们。晴啊，你不能就这么算了，咱们得反咬他一口，让他净身出户啊！对，反咬他。我要让他身败名裂，1分钱都拿不到。老王，你看看方晴提交的这份答辩状，他居然说我婚内出轨，要求我净身出户。你看他提交的证据，这几张照片拍摄角度很刁钻，照片里你和一个长发女人在咖啡厅有说有笑，看起来很亲密。这简直是荒谬！那天我们是在咖啡厅谈下一季度的合作项目。我猜也是，这种低劣的捏造证据在法庭上根本站不住脚，但如果不澄清，法官那边会有不好的印象。我马上联系林总监。方晴为了争财产，真是脸都不要了，居然把无辜的客户牵扯进来，真是岂有此理！陆总，我们在商言商，光明正太太怎么能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来污蔑我？林总，实在抱歉，因为我私人的离婚纠纷把您卷进来了，我会向法庭说明情况，绝不影响您的名誉。不用你单方面说明，既然他敢把脏水泼到我身上，我就不会坐视不管。陆晨，我愿意出庭作证，不仅如此，我还要反控他侵犯我的名誉权。我的律师团队随时可以配合你的律师。谢谢林总，这件事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方家的人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陆先生，这人戴着口罩，看不清脸啊，估计不好找。不用找，我认识他，化成灰我都认识。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的车在地下车库被人恶意破坏，维修定损要8000多块钱。有监控吗？有，不仅有，我还知道嫌疑人是谁。这个人是我的丈母娘，虽然她戴了口罩，但这件黑色棉袄是我去年冬天给她买的，我绝对不会认错。好，故意毁坏财物金额超过5000，属于刑事立案标准，但考虑到是亲属关系及动机，我们会立刻传唤他进行调查。警察同志，你们抓错人了！我一个农村老太太，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冤枉好人！冤枉你！你看看照片里的人是不是你？你以为戴个口罩我们就查不出来了？你一出地库的监控就拍到了你的正脸。我没有，不是我划的。老太太，我劝你如实交代，如果你继续抵赖，就是态度恶劣，
直接按寻衅滋事和故意毁坏财产罪把你关进看守所，跟你儿子作伴去。我认还不行吗？那个白眼狼把我儿子抓进去了，还不给我们生活费，我就是要报复他。我划他车怎么了？这就由不得你了。陆晨，我求求你了。方晴，你又想干什么？放手！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们家现在彻底散了。陆晨，你看在我们3年夫妻的份上，你饶了我们吧。陆晨，我求你了，你别再追究方磊的事好不好？你去跟那边说一声你不追究了，只要你肯放过方磊，我什么都答应你。方晴，你是不是觉得规矩是你们家定的，想闯祸就闯祸，想私了就私了？只要你出谅解书，方磊就能判缓刑，就能出来啊！陆晨，只要你签字，我马上同意离婚，我1分钱不要，我净身出户，房产证我再也不争了，这还不行吗？你净身出户？你搞清楚，那本来就是我的婚前财产，你有什么资格拿它来跟我谈条件？你妈划我的车，被拘留15天是她咎由自取。方磊砸毁我3万多的私人财物，触犯的是刑法，公诉案件不是我撤诉就能解决的。还有，我明确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出具任何谅解书，我要让他为你家的贪得无厌付出最惨痛的代价。陆晨，你真要这么绝情？你真要逼死我们全家才高兴？是你们自己把路走绝的，滚开，别弄脏了我的地方。你要是敢走进去一步，我就死在你面前，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你这个冷血动物逼死结发妻子的。方晴，你冷静点，把刀放下。你死了，方磊一样要坐牢。我不管，你现在马上打电话给律师撤诉，不然我就死给你看。放开我，陆晨，你这个魔鬼！这女的情绪已经完全失控了，存在严重的自残倾向。现在开庭，原告陆晨诉被告方晴离婚及财产纠纷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尊敬的审判长，我方请求判决双方离婚，并确认位于小区的房产为原告婚前个人财产，归原告所有。审判长，我不同意房子归他。我们结婚前，他亲笔签过一份忠诚协议，协议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陆晨主动提出离婚，必须将这套房产无偿过户给我，他这是违约，这房子必须是我的。审判长，上面有陆晨的亲笔签名和手印，这房子就是我的。原告代理人，对这份证据有什么异议？审判长，我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均提出强烈质疑。首先，所谓主动提出离婚就净身出户的条款，限制了婚姻自主权利，违背了公平原则，在实务当中本身就不被认可。其次，这是我方向权威文书鉴定机构申请的文书鉴定报告。报告明确指出，这份协议前半部分的正常条款与最后附加的那条关于房产无偿过户的条款使用的打印机墨水成分完全不同，排版字间距也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该附加条款是被告方晴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用不同的打印机事后添加上去的，这属于恶意伪造证据。经庭审审查，被告提交的协议涉嫌伪造，本庭不予采见。审判长，既然被告提到了财产，我方现在正式提出反诉请求。在婚姻存续的3年期间，原告陆晨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等方式，共计向被告及其家属转账高达30万零500元。这些款项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开支，而是被告方晴对共同财产的单方面转移与赠与。我方要求被告全额返还这30万元。你什么转移？那是我亲妈和亲弟弟，我拿家里钱补贴家用，给老人看病怎么了？那是正常的家庭开销。正常的家庭开销。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钱到底去哪儿了。审判长，请看证据。这是被告弟弟方磊的实名游戏账号流水，这30万中有超过10万元被方磊用于在直播平台打赏、购买游戏内虚拟道具，这能算家庭开销吗？证据4是方磊购买限量版球鞋和高奢服装的发票，总价值达到5万元。最关键的是证据5，被告曾多次以其母亲生病住院需要动手术为由向原告索要大额钱财，但我核实了相关医疗机构的就诊记录，其母根本没有所谓的住院记录。
这属于严重的隐瞒真相、欺诈配偶，以骗取并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恶劣行为。被告，原告方出示的证据你如何解释？这些大额消费和虚构的医疗费用是否属实？我不知道方磊拿钱去打游戏了，我妈那是在小诊所看的，没有记录。小诊所能承担几万元的手术开销吗？庭审只看真凭实据。被告人方磊因家庭纠纷心生不满，恶意损毁对方家中电视、电脑等贵重物品，经核定财物损失价值高达32000元，数额较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方磊，你对指控的事实有异议吗？审判长，但我不是故意的，那是我姐夫家，我以为东西是我姐的。再说了，是他先搅黄了我的婚事，我才是受害者啊！被告人毫无悔罪表现，企图将损毁财物的过错包装成家庭纠纷，且至今未取得对方谅解，未赔偿任何损失，提请庭审依法从严处理。全体起立。庭审合议后认定，被告人方磊故意损毁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法。鉴于被告人拒不认错，且未取得被害人谅解，主观过错较深，依法判处被告人方磊羁押惩戒1年6个月，并全额赔偿被害人财物损失。1年半！不要啊！我不想继续欠，姐姐你救救我！姐姐啊！晴啊，方磊怎么样了？花钱把这事儿摆平没有？妈，方磊被判羁押了1年半，他要进去待着了。患者是受了极度刺激引发的急性大面积脑血管破裂，也就是重度中风。虽然命保住了，但以后下半身彻底瘫痪，需要24小时有人照料。恭喜你兄弟，民事判决正式下来了。法院准予离婚了，房子确认归我个人所有。不仅如此，法庭认定方晴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判令他全额返还那30万，同时还要赔偿你在婚姻期间因为他过错遭受的财产损失。终于结束了，这3年的噩梦终于画上句号了。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判决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方晴现在可是穷途末路，我估计他不会乖乖还钱的。让我还30万，还要赔偿，做梦！我就是死也不让他陆晨痛快。跑，快跑！对，我们跑，只要找不到我，这判决就是一张废纸。陆晨，你想拿回钱，下辈子吧。有意思，他虽然到处躲藏，但我们在他用远房亲戚身份证开的一张隐蔽银行卡里，查到了一笔暗中转移的存款，刚好够还这30万。那能直接划扣吗？当然。同时，鉴于他有能力履行却恶意逃避执行，我们决定对他采取措施。今天就出发。方晴，你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且涉嫌隐匿财产，现依法对你进行司法拘留15天。那笔隐藏资金已被强制冻结划扣，带走。不，你们不能抓我，我没钱，抓了我妈怎么办？她会饿死的。放开我！这老太太真可怜，女儿被拘了，儿子在里面待着。可怜什么？听说这一家子都不是省油的灯，整整吸了女婿3年的血，已经联系了他老家的远房亲戚，出点钱把他送回乡下去了，以后也只能在床上等死了。老王，钱我收到了，执行的效率真不是盖的。那是自然，虽然还差一点点尾款没还清，但大头已经拿回来了。怎么样，心情不错吧？感觉像重活了一次。这几天我都住在出租屋里，现在既然那家人都滚蛋了，我也该把自己的房子收拾一下，重新搬回去了。对，那是你的家，凭什么有家不能回？不过那房子被那帮盲宠造得够呛，你打算怎么弄？我已经联系了专业的保洁和装修团队，凡是他们用过的东西、碰过的家具，我一件都不留，全砸了换新的。陆先生，所有的旧家具已经清空了，墙面也按照您的要求全部重新粉刷了环保漆，地板也打磨抛光了，新家具下午就能进场。辛苦你们了，这屋子里的媚气总算是散干净了。您放心，等全部弄好，保证像个全新的样板房一样。你来的错善啊！是。
来来来，祝贺陆总监乔迁新居，彻底告别过去，迎接新生活，干杯！干杯！你小子总算熬出来了，以后把眼睛擦亮，找个好女人。陆晨，恭喜你！看到你现在的状态，我真为你高兴。林月，之前的事再次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还要被那女人泼一身脏水。我帮你不全是因为工作，而是因为我相信你的人品。恶人自有天烧，你值得更好的生活。目前我们在市场推广这一块的预算有些超标，我建议缩减线下渠道，主攻线上精准投放。陆晨，技术端能配合抓取用户画像吗？没问题，我已经提前做了一套算法模型，不仅能抓起，还能根据你的需求实时调整投放策略。太完美了，有你在技术端兜底，我这个项目总监当的可太省心了。这段时间辛苦了，天天陪着我加班熬夜。这叫并肩作战。说实话，陆晨，你的专业能力和责任心真的让人很有安全感。是你给了我久违的尊重和平等。跟你合作，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被认可的成年人，而不是一个无底洞的提款机。您好，我以前做过行政主管，我有经验的。抱歉，我们不能录用你。为什么？我要求不高，底薪4000就行。方女士，你是法院登记在册的失信被执行行人，还有寻衅滋事和治安拘留的案底。像你这种底子这么黑的人，哪家正规公司敢要你？赶紧走吧，别耽误我们招人。二叔，我妈最近怎么样了？你还有脸打电话回来？你妈瘫在床上，吃喝拉撒全要人伺候，臭气熏天的。我们给的钱早就用光了，你要是再不寄钱回来，我们就把扔大街上去。我求求你，宽限我几天，我马上就找到工作了。滚！扫把星一家。你是干什么吃的？外面的地板还有水渍，有顾客差点滑倒，你是不是想被开除？对不起，主管，我马上就去脱干。一天天的丧着个脸给谁看？干不了就滚蛋！1小时15块钱的零工，外面排队的人多的是。我能干，主管您别开除我，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这次项目能顺利拿下，并且利润超出预期30%，陆晨和林月功不可没。公司决定给你们项目组发放100万的专项奖金，其中陆晨和林月各拿30万。这杯敬你，林总监。敬我们。林月，我这个人不擅长说那些花言巧语，但这段时间，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伴侣。没有算计，没有无底洞的索取，只有共同的奋斗和信任。我也一样，我看到的陆晨是一个有担当、有才华，面对绝境也能绝地反击的真男人。那你愿意让我以后都陪在你身边吗？我愿意。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不用太浮夸，日常也能戴。你喜欢的话就买。陆晨，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你是谁？在这里大呼小叫什么？我是谁？我是他老婆！难怪他要跟我离婚，原来是早就跟你勾搭上了。方晴，你嘴巴放干净点。我们已经走完法律程序，拿了离婚判决书了。我和你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你害得我弟坐牢，害得我妈瘫痪。你现在倒好，拿着钱在这里给小三买钻戒。大家快来看啊，这个男人抛妻弃子啊！麻烦叫你们商场的保安过来。方晴，你在这儿闹，除了丢你自己的脸，没有任何作用。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好几万的执行款没还清？你休想吓唬我！我不是吓唬你，你今天的行为，商场的监控全拍下来了。如果你再敢骚扰我或者林月，我不仅会向法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把你送回拘留所，我还会告你诽谤罪。干什么呢？弄脏了店里的地毯，你赔得起吗？出去！陆晨，你会有报应的！不得好死！对不起，林月，让你受惊了。我没想到他会在这种地方出现，像个疯子一样。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疯的是他，又不是你。陆晨，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谁都无法选择自己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人渣，但现在恶人自有法律去收拾他。我们要做的就是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谢谢你，月月，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方晴，你还有脸来上班？商场经理刚才打电话把我臭骂了一顿，说你在高档珠宝店里闹事，还拿拖把威胁顾客。主管，不是那样的，那个人是我前夫，我就是一时气不过。我管他是你前夫还是前男友，因为你商场要扣我们公司的服务费，拿着你这2天的工钱，立刻给我滚蛋！主管，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还要给我妈寄生活费啊！滚！再不走我叫保安了。对了，还有周婷婷。方晴，你想干什么？婷婷，别害怕啊，我弟为了你现在还在大牢里蹲着呢。你这个做前女友的，是不是该给点青春损失费？你疯了吧？你弟弟坐牢是因为他砸了别人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是敲诈！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要是不给我5万块钱，我明天就来你公司，到处说你水性杨花，把你逼我弟犯罪的事情到处宣扬。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在这行混。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只有1万块，可以吗？1万就1万，现在就转给我。转账就不必了。刚才我口袋里的另一部手机已经拨通了110，而且一直保持通话状态。你诈我！别动！我们接到报警，这里有人涉嫌敲诈勒索，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怎么样，陆先生，好看吗？这是我见过最美的新娘。月月，婚期已经定下来了，下个月16号。怎么样，你兄弟我这身行头，去给你当伴郎，绝对不丢面子吧？谢了老王，这大半年多亏了你里外操成。说正事，关于方晴那件案子，执行局那边有了最终结果。老家那套自建房拍出去了？对，方家在乡下还有一套破旧的自建房，因为方晴之前欠你的那30万还差几万块尾款，法院依法启动了强制拍卖程序。房子虽然破，但好歹也卖了7万块，扣除执行费用，剩下的钱已经全部打到你的账户里了。也就是说，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我跟方家彻底两清了，彻底斩断了，1分钱都不差你的了。至于方晴，她涉嫌敲诈勒索周婷婷，数额达到1万元，虽然属于未遂，但她之前有治安拘留的案底，这次绝对是要判实刑的。她的死活与我无关，我只要我的新生活干干净净。我见证了陆晨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我也亲眼看着他一步步用法律的武器绝地反击，拿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今天，他终于迎来了真正属于他的幸福。月月，以前我以为退让能换来安宁，是你让我知道，真正的家需要相互扶持，更需要底线和尊重。我爱你，陆晨。未来无论风雨，我们携手同行。别闹了，鸡蛋要糊了，快去洗手准备吃饭。月月，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在公司虽然做到了技术总监，但处处受制于人，很多好的研发思路无法落地。怎么了？这么严肃？我想辞职，自己出来创业，做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科技公司。这是我工作这些年攒下的积蓄，一共80万，密码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月月，这可是你的全部身家，你不怕我赔得血本无归吗？你陆晨是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既然决定要做，就放手去干，大不了赔光了，我养你啊。这组代码的逻辑还要再优化一下，我们要确保在第1轮测试中不出现任何漏洞。陆晨，跟你同步个消息，那个方磊因为在狱中表现较好，今天上午已经刑满释放了。出来就出来吧，只要他不来惹我，我当他是个死人。你还是小心点儿，那小子进去的时候满肚子怨气，我怕他出来后狗急跳墙。我已经跟辖区派出所打过招呼了，也会让人稍微留意一下他的动静。好，我知道了，谢谢老王。你们是谁？为什么在我家？你谁呀？这房子是我们前几个月在法院法拍上买下来的，这早就是我们的房子了。法拍？不可能！
我妈呢？我姐呢？哟，劳改犯放出来了，你妈中风瘫痪了，你姐因为敲诈勒索被抓了，你妈前段时间拉屎拉尿弄得满床都是，这会儿估计在后院柴房里躺着呢。陆晨，是你害得我家破人亡，我饶不了你！两位大哥，我咽不下这口气。那个陆晨把我害得这么惨，他现在居然自己开公司当老板了。兄弟，你想怎么弄？他不是开公司吗？我要让他身败名裂。今晚咱们去他公司泼红油漆，砸他的玻璃，把他的名声彻底搞臭，让他开不下去。行啊，只要给钱，什么都好说。陆晨，你还在公司吗？在，怎么了？方磊那小子果然作死，我找到安保公司朋友盯了他2天，他刚才买了红油漆和锤子，带着2个人正往你公司那边去呢。来得正好，这次我要让他把牢底坐穿。我已经报警了，辖区民警就在你们写字楼下面的便衣车里蹲守，你待在楼上别动，看好戏就行。就是那家公司，等会儿你们直接上去砸，我在下面写大字儿，我要让他陆晨明天上新闻。放心吧，拿钱办事儿。不许动！把手里的东西全放下，双手抱头蹲下。怎么会这样？怎么警官会在这儿？方磊，你才刚从看守所里出来几天，居然又纠集刑满释放人员预谋寻衅滋事和毁坏财物，带走。陆总，你们这款产品的技术架构非常出色，完全符合我们的需求。这份1000万的采购合同，我们正式签了。感谢王总的信任，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交付。陆晨，我们成功了，1000万的大单，公司彻底活下来了。是啊，所有的威胁都被清除了，我们的好日子真正开始了。陆总，东西都搬完了，祝您乔迁大吉。师傅辛苦了。月月，你还记得3年前那个冬天吗？怎么突然想起那个了？那时候我被方晴锁在门外，一个人站在11月的冷风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住100块1晚的快捷酒店。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烂透了。但现在我站在这里，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大房子，有你，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因为你值得，善良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老王，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周末来家里喝酒啊？喝酒肯定要喝，不过先给你通报个最后的消息，算是彻底结案了。是方晴的事？对，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方晴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虽然因为未遂没有顶格判，但因为他态度恶劣且有前科，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现在已经正式移交看守所执行了。8个月，对于他那种心比天高的人来说，这8个月比8年还难熬。不仅如此，方磊因为路发且纠集他人预谋不案，被从重判了3年。那老太太在乡下也没人管，听说已经病入膏肓了。这一家子算是把作茧自缚演绎到了极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老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以后这个名字不用再提了。老婆，晚上想吃什么？我亲自下厨。糖醋排骨。成了，数据通过了。陆总，延迟率降到了行业最低的0.01秒，我们的革命性算法模型彻底跑通了。兄弟们辛苦了！这个产品一旦推向市场，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都将被我们改写。今晚我请客，大家好好搓一顿，明天准备发布会。陆总，真是年轻有为啊！你们这款产品解决了一直困扰行业的痛点。我们鸿运资本非常有兴趣领投你们的 A 轮融资，估值你们随便开。感谢李总的认可，具体的融资细节，我们的商务团队会跟您深入对接。我相信，这只是个开始。老婆，我回来了。今天发布会大获成功，好几家顶级风投都追着要给我们投钱。月月，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出什么事了？陆晨，你看看这个。这是怀孕了？我们有宝宝了，你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爸爸了，月月，谢谢你，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的消息。老张，接下来的3个月是月月的孕早期，也是最不稳定的时期。外地的出差，你尽量替我跑一趟。
放心吧，陆总，嫂子怀孕可是咱们公司的1等大事儿，公司日常事务我盯着，你多抽时间陪陪嫂子。谢了老张。商务应酬那边，除非是必须我出面的，其他的能推就推。我要保证每天晚上8点前准时到家。慢点，前面有个小台阶。我才怀孕2个月，又不是瓷油子，你别这么紧张。那可不行，书上说了，孕早期最需要注意。对了，月月，关于孩子的教育，我是这么想的，以后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咱们绝不能溺爱。对，尤其是不能像某些人一样，把孩子养成吸血鬼和巨婴。我们要教他独立、感恩，懂得上进。只要像你一样知书达理，我就谢天谢地了。陆总，出事了！公司的核心防火墙刚刚遭到了不明黑客的猛烈攻击。怎么回事？核心代码有没有泄露？对方手段非常专业，正在试图绕过第2道验证，窃取我们的 B 轮融资商业计划书和最新算法代码。稳住！经历过以前的教训，我绝不会给任何人偷窃我心血的机会。我马上远程介入，启动最高级别的密窝防御协议。不要切断他们的连接，放他们进伪造的数据库。陆总，他们上钩了，正在疯狂下载诱饵文件。很好，启动追踪程序。我要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哪个老鼠洞里操作的。锁定了 ，IP 地址显示在本市的一家快捷酒店里，物理 MAC 地址也抓到了。立刻把所有入侵日志、下载记录和追踪结果打包固定。我现在就联系老王报案。乖乖，这可是典型的侵犯商业秘密罪啊！如果是竞争对手干的，这是要吃几年牢饭的。我查了那个 IP 地址的监控，虽然是个生面孔，但我有预感，肯定是正在和我们争夺 B 轮融资的死对头天瑞科技干的。这就好办了，我已经代表公司正式向经侦大队报案了，只要顺藤摸瓜，他们跑不掉。陆晨，以前是家庭防贼，现在是商场防贼，你这防御系统算是练出来了。吃一堑长一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来抢走属于我的东西。各位，刚刚接到鸿运资本李总的电话，鉴于我们在这次商业危机中的完美应对，以及肃清了行业内的毒瘤，投资方对我们的信任度空前收涨，我们的 B 轮融资正式敲定，而且公司的估值直接翻了3倍，达到了30亿。陆总威武，跟着陆总干太有安全感了。这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不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可能要当个甩手掌柜了。我太太的入产期就在这2天，我想多陪陪她。陆总赶紧去吧，公司有我们呢，安心陪产假。月月，你看，她的眉毛像你，鼻子像我。你都抱了1个小时了，不累吗？让李姐带她去睡觉吧。不累，我感觉我能抱她一辈子。我要把以前缺失的所有的家人的爱，都毫无保留的给她。月月，我向你发誓，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守护这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绝不让任何人伤害你们母子分毫。陆总，今晚有个非常重要的行业晚宴，市里的几位领导都会出席，您看是不是能抽空露个面？帮我推了吧，代我向领导们致歉。可是陆总，这关乎我们下一步拿地建研发中心的事儿。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但我儿子今天刚学会睁眼看人，我老婆还在坐月子，这世上没有什么比陪着他们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去办了，我相信你的能力。造孽啊！一辈子算计别人，最后瘫在床上长满了褥疮，死的时候连个送终的儿女都没有。行了行了，赶紧埋了算了，真是晦气！女儿坐牢，儿子坐牢，谁来给他办葬礼？草草掩埋算对得起他了。爸爸妈妈，儿子真棒，来到爸爸这里来。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公司不忙吗？公司现在已经进入了稳定的正轨，所以我决定彻底放权了。李总，公司接下来的日常运营就全权交给你了。我相信以你的履历，一定能带领公司再上一个台阶。陆总，您放心，我定不辱使命。不过您这么年轻就退居幕后，不觉得可惜吗？没什么可惜的，人生有不同的阶段，事业我已经证明过自己了。现在我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因为那里才是我的归宿。这疯婆子哪来的？真臭！房子
我的房子，陆晨，你把房子还给我。今天天气真好，鱼宝等会儿去草坪上抓蝴蝶好不好？好，抓蝴蝶。坐稳了，前面有个红绿灯。那个人好像是……我不认识。喂，老王。那个陆晨啊，兄弟，我下个月要订婚了。哈哈，铁树开花了啊！哪家姑娘这么倒霉，看上你这个工作狂了？去你的！是位老师，人挺好的。下个月初6，你带上嫂子和侄子，必须来给我撑场子啊！那是必须的。这杯喜酒我等了快3年了。陆晨，兄弟，这杯我必须敬你。大家不知道，我当了这么多年律师，见过无数在婚姻纠纷中被扒层皮，最后妥协认命的男人，但陆晨是我见过最果断、最能在绝境中漂亮反击的当事人。如果没有他当年的那股子狠劲和清醒，我就看不到今天这么成功的他。这杯敬绝地反击的勇气。老王，你少给我戴高帽子，没有你这个金牌大师，我连门都进不去。其实，真正让我有勇气反击的，是因为我遇到了林月，他让我知道，我值得拥有一个拼命去守护的真正的未来。好啦，今天是老王大喜的日子，你们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干杯！各位，经过3年的蛰伏与爆发，我们的技术和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绝对的领先地位。今天我正式宣布，公司全面启动 IPO 上市计划，我们的目标是纳斯达克敲冰。别看了，歇会儿，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你这么熬。老婆，辛苦你照顾家里了，等敲完钟，我一定好好放个大假。我今天来，除了送汤，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之前我们说过的那个慈善基金会，手续已经全部批下来了。真的？太好了！成立这个以我们夫妻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初衷很简单。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正在遭受着家庭内部的精神暴力、财产恶意剥夺，却因为不懂法，没有钱请律师而忍心吞声。我们基金会将专门为这部分受害者提供全额免费的法律援助，帮他们用合法的手段打碎吸血鬼的盘剥，重获新生。老王，你看看这个，简直就像是3年前的我在照镜子，连细节都惊人的一致。这世界上贪婪的吸血鬼总是相似的。这个案子，基金会不仅要接，而且要打得漂漂亮亮。我要让这个兄弟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陆总，王律师，如果不是你们基金会帮忙，我真的想过跳楼一了百了。你们是我的再生父母啊！男儿膝下有黄金，别跪。以后擦亮眼睛，好好生活，把丢掉的尊严自己挣回来。我记住了，我一定好好活。老王，这就是我们成立基金会的意义，救一个人就是救一个家庭。陆先生，还有10秒钟，准备迎接你们的辉煌时刻。5、4、3、2、1。陆董，恭喜你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不，月月，我的巅峰不是敲白的那一刻，我的巅峰是那天我在地下车库绝望到极点的时候，你对我说你愿意相信我，有你，有儿子，才是我的巅峰。老张，接下来的1个月，公司的日常运营就全部交给你和高管团队了，除非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否则不要给我打电话。陆董，您就放心去度您的长假吧。这2年您为了公司上市，连个完整的周末都没休息过，也该好好陪陪嫂子和于宝了。辛苦你们了，上市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的路还长，但现在我要去兑现我对家人的承诺了。爸爸，大飞机飞！对，大飞机。今天爸爸妈妈就带你坐大飞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看极光，好不好？公司的事务都交代清楚了，真的能彻底放下心休假。地球离了谁都照转，钱是赚不完的，但你们陪伴我的时光是无价的。走吧，我们的北欧旅地区正式启程。真美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到北欧的雪景，没想到真的能亲眼看到。以前是我不好，让你跟着我担惊受怕，
连个像样的蜜月都没度过。以后你不仅能看到雪景，你想去世界的任何角落，我都陪你去。妈妈，雪，玩雪。哈哈哈！哎，走，爸爸带你出去堆雪人。陆晨，快看，是极光，真的有极光。传说看到极光的人会得到一生的幸福。月月，我们的幸福会一直延续下去。哇，绿色的，亮晶晶。嘿嘿，儿子，好看吗？好看，爸爸最高。陆晨，你什么时候弄的这些？这也太夸张了吧！这是我们应得的。以前那个家总是有驱之不散的阴影，现在这个家每一砖一瓦，每一棵草木都只属于我们。这院子真大，如果是春天，种满蔷薇和月季一定很美。那就种，这花园是你的领地，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爸爸，你在做什么呀？爸爸再给你搭一个秋千，以后鱼宝就可以在自己家里当秋千了。你一个堂堂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居然在家里干起木匠活了，这要是被你的员工看到，下巴都要惊掉了。什么董事长？回到家，我就是你的丈夫，是鱼宝的爸爸，这才是家该有的样子。没有无休止的算计和索取，只有我们共同的建设。罪犯方磊在服刑期间屡次严重违规，结伙斗殴致人重伤，经法院裁定依法加刑3年，立刻押入禁闭室。不，我不想加刑，放我出去了！再关下去，我这辈子就全完了。房子，我的大房子，陆晨说要给我买大房子的。我是阔太太，我是阔夫人。这病人已经彻底疯癫了，脑子里只剩下房子和钱了。鱼宝，在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和同学好好相处，知道吗？知道啦，爸爸。老师说要懂礼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中午会好好吃饭的。真乖，进去吧。陆先生、陆太太，你们家的雨豹真是太懂事了，不仅礼貌，而且逻辑思维能力特别强，这离不开你们优秀的家庭教育啊。孩子懂事，主要是妈妈教得好。我们只希望他能在一个健康、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林总，首展的所有画件已经布置完毕了，几位业内知名的评论家也确认了明天会出席开业典礼。很好，辛苦大家了。灯光还需要再微调一下，要保证每一幅画都能呈现出最好的质感。明白，我马上安排人去调。林总，看来明天的开业典礼一定会大获成功啊。陆晨，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你公司现在做的这么大，完全可以让我安心在家里当个全职阔太太，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精力和资金支持我出来搞画廊？因为你首先是林月，然后才是我的妻子于宝的母亲。当年在我最落魄，被前妻一家吸血算计的时候，是你用你独立的思想和行动拉了我一把。我不希望婚姻成为禁锢你才华的枷锁，我希望我们不仅是生活中的伴侣，更是灵魂上的同行者。你发光发亮的样子，才是我最爱看的。陆晨，谢谢你，这几年你给了我最大的底气和自由。这是我们彼此成就。陆晨，这不是去高新区的路吗？我们今晚不去那个高档3星餐厅了。高档餐厅什么时候都能吃，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想带你去一个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的地方。陆先生、李女士，欢迎光临，您预定的老位置一直为您保留着。天哪，这家餐厅还在？不仅还在，连这首背景音乐都是当年我们在这里庆祝拿到第一个大项目时放的那首。月月，5周年快乐！5周年快乐，陆先生！真没想到你还记得这里。怎么会忘？当年我被方晴一家折磨的焦头烂额，是你在这里对我说“恶人自有法律收”，是你给了我反击的勇气。如果没有这个地方，没有你，我可能早就被拉进深渊了。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看我们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这条项链是我专门找国外的设计师融入了你画廊的 logo 元素定制的。好美，陆晨，你有心了。月月，5年只是一个开始，
我向你保证，未来的50年，不管我是贫穷还是富有，我依然会像现在一样，甚至比现在更爱你。我也是，陆晨，未来的每一年，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哥哥看我的烟花好漂亮，我的比你的亮。老陆啊，一转眼这都多少年了，看看咱们现在，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神仙过的日子。李老师，你们家老王在法庭上可是个雷厉风行的金牌大将，在家里没少被你欺负吧？他啊，在外面再威风，回了家还不是得乖乖洗碗。老王，这叫一物降一物。来，兄弟，这杯必须敬你。没有当年你半夜接我那个电话，教我怎么收集证据，就没有我陆晨的今天。别说那些客套话了，是你自己行得正坐得单。法律是保护好人的，那些想通过算计吸血不劳而获的恶人，最终只会被反噬。你看方家那帮人，现在哪个有好下场？是啊，恶人终究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正义永远不会缺席。新的一年了，陆晨，你还有什么愿望吗？我没有任何愿望了，因为我已经拥有了全世界。